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方竹时间，我是方竹。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再一次展现了他对未来的预知能力。为什么是这样呢？早在2023年12月29号，时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就在自己的 Facebook 上发出了一封警告信，让公众警惕 Deepfake 深伪深度伪造对信息安全造成的威胁。他在贴文中写道，使用 Deepfake 深伪技术传播虚假信息的情况将继续增长，我们必须保持警惕，学会保护好自己和亲人，免受这类骗局的侵害。如今新加坡金管局的最新报告显示，商务诈骗在引入 AI 换脸后，成功率从 7% 飙升到 61%。香港方面的数据显示，这类诈骗案猛增 10%， 相信这只是广阔世界的冰山一角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技术能让特朗普用中文背唐诗，又能让马斯克直播卖螺蛳粉，甚至让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出演限制级影片。这就是正在颠覆现实的 AI 换脸技术，颠覆我们对以往的认知。如今眼见不一定为实。这里是方竹时间，我是方竹，这是方竹刚开播不久的一档节目，有请朋友们多多支持，请您点赞订阅，也有请您转发或者是留言来支持方竹的节目，非常感谢。首先我们来分享两个真实的故事，或者说是两个真实的案例，他们分别是好莱坞明星布拉德·皮特和美国首富特朗普总统的第一哥们埃隆·马斯克。首先说说大明星大帅哥布拉德·皮特，也就是安吉丽娜·朱莉的前夫。这也是来自法国电视一台黄金档的节目的内容，说法国女设计师安妮在2023年2月下载了 Instagram 后呢，被一名自称是布拉德皮特母亲的人联络，称皮特呢需要像她这样的女性。第二天，一名自称是皮特的男子与安妮取得了联系。尽管他一度也产生了怀疑，但由于对社交媒体的不熟悉，没有识破骗局。诈骗者以皮特与安吉丽娜·朱莉离婚导致银行账户冻结为由，要求安妮支付9000欧元的海关费用，以向她赠送奢侈品礼物。随后，诈骗者声称皮特罹患肾癌，需要资金治疗，并发送多张 AI 生成的皮特住院的照片。安妮表示，我上网查了这些照片，没找到，就以为他是专门为我拍的自拍。在此期间呢，安妮与她的富有的企业家丈夫离了婚，获得了77.5万欧元的财产分割。这笔钱最终全部落入了诈骗者手中。安妮坦言说，我告诉自己，我可能是在拯救一个男人的生命。她本人呢，也曾经罹患癌症，目前处于缓解期。故事还没完。当八卦杂志刊登真实的皮特与新女朋友伊内斯拉蒙的照片时，安妮产生了怀疑，但诈骗者发送了一段 AI 生成的假新闻视频，声称皮特与一名叫安妮的特殊女性有排他性关系，暂时安抚了她。直到2004年6月，皮特与拉蒙正式公开恋情，安妮才决定结束这段关系。诈骗者随后又以 FBI 特工约翰·史密斯的名义进行进一步骗取钱财，安妮最终报了警。这档节目称，自骗局曝光以来，安妮已经失去了毕生的积蓄，并3次试图自杀。安妮在接受法国另一档节目采访时表示，自己并非疯子或傻瓜，并强调，我只是被骗，我承认这一点，所以我站出来发声，因为我不是唯一的受害者。他还批评 TV1 的节目忽略了他多次对对方身份产生怀疑的细节，并指出，如果能听到从未从丈夫那里听过的话，任何人都可能上当。尽管许多网友对安妮冷嘲热讽，但也有不少人表示理解。
一名社交平台的用户写道：我理解喜剧效果，但我们谈论的是一位50多岁的女性，她被深度伪造和 AI 技术骗了，而你们的父母和祖父母也可能无法识破这些骗局。解放报的一篇文章称，安妮是吹哨人，并警告如今的生活充满了网络陷阱， AI 的进步只会让这种情况变得更糟。目前呢，安妮和朋友同住，生活陷入了困境。她含泪呼吁：为什么我要受到这样的伤害？这些人应该下地狱。我们需要找到这些骗子，我恳求你们，请帮我找到他们。事实上，说到这里，想象得出大家一定会对这个个案各有解读，不妨说说您的想法，请您在下方留言和大家来分享。那我们再来说另一个内容。骗子利用 AI 语言功能冒充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和他的工作人员，试图以帮助解救遭绑架的意大利记者为由，说服该国多名富商汇款。骗子们呢，用 AI 技术伪装了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的声音，多次打电话诈骗。在通话中，他们声称意大利政府需要帮助解救人质，骗子们承诺任何汇出的款以后都会由意大利银行偿还。报道称呢，意大利奢侈品集团 Prada 联合执行官，还有时装设计师以及亿万富翁莫拉蒂都是诈骗攻击的目标。其中79岁的莫拉蒂被曝支付了汇款，据知情人士透露说，其汇款超过了100万欧元。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后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，提醒人们当心骗局。我们再来说说著名的马斯克是如何当上深伪诈骗代言人的。Sensity 是检测深度伪造视频的公司，该机构发布的数据显示，在2000多起深度伪造案件当中，埃隆·马斯克的形象出现在近1/4的案件当中，成为 A 案诈骗案中最常见的代言人之一。去年8月，马斯克因 AI 伪造技术卷入了一场诈骗事件。82岁的退休老人 Steve 在网上看到了一段声称由马斯克亲自承诺收益的投资视频，随后他联系了视频背后的推销公司，并投资了超过69万美元。随后这些钱落入了诈骗犯的手中。原来这些诈骗者篡改了一段马斯克的真实采访，利用 AI 技术替换了他的声音，并微调了他的口型，以配合他们为这个数字人编写的新剧本。对一般观众来说呢，这种操作几乎是察觉不出来。那么什么是 Deepfake 深度伪造呢？ Deepfake 深度伪造是英文 Deep Learning 深度学习和 fake 伪造的混合词，是指利用深度学习技术生成合成图像、音频或者是视频的技术。由于公众人物的视频、音频和图片资料的公开性，为 AI 训练提供了大量的素材，因此名人经常成为 AI 造假的受害者。香港科技大学 AI 实验室做过一个惊悚的实验，他们用某明星3小时的公开视频呢训练模型，结果生成的伪造视频连亲生经纪人都无法辨别。更可怕的是，现在这个过程只需要15分钟。因此要提醒大家，当你刷一些社交媒体、看一些偶像换装等视频时，你可能正在亲手喂养一个怪兽。记得方竹在以前的一档节目中提到2024年年初发生在香港的一桩 AI 变脸冒充 CFO， 香港一家公司被骗2亿元而成为 AI 天仙局的诈骗案。那不仅仅是香港历史上最惨重的变脸案例，而且是首次涉及 AI 多人变脸的诈骗案。
据介绍，报案人是一间跨国公司香港分行的职员，他收到该公司在英国总部首席财务官的信息，声称要进行机密交易，分别邀请了该公司数名财务官员进行多人的视频会议。由于对方的每个人在会议上显示出了与现实相同的容貌，职员不觉得有诈，前后转账15次，总共2亿港元到5个本地的银行账号，其后向总部查询时方知受骗。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，诈骗者是通过公司的 YouTube 视频从其他公开渠道获取的媒体资料，成功地伪造了英国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形象和声音，再利用 Deepfake 深度伪造技术制作了伪冒视频，造成多人参与视频会议的效果。然而，整个视频会议内只有参加的职员1人是真人。新加坡金管局的最新报告显示，这类商务诈骗在引入 AI 换脸后，成功率从 7% 飙升到 61%。诈骗团伙现在会先利用英领视频测算受害者瞳孔反光角度，再用社交媒体的素材捕捉目标对象的头部转动惯量。他们甚至能伪造出视频卡顿的像素模糊效果，完美的复现网络延迟的真实感。如果说香港案例是金融诈骗，那么新加坡遭遇的则是认知战级别的攻击。一段财政部长在达沃斯论坛上支持加密货币的视频突然引爆网络，画面里部长身后的电子钟显示着实时瑞士时间，窗外雪景的光影变化完全符合苏黎世当天的气象数据。虽然政府6小时内就紧急辟谣，但是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股价受到了重挫。不过，这个事件直接催生了全球首个深度伪造标识法案。新加坡政府规定，所有 AI 生成的内容必须打上虚拟创作水印，违者最高面临5年监禁。不过呢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犯罪集团现在采用半真半假战术，用真实的新闻片段混入3秒伪造的画面。这种数字毒药更难被系统识别。不过，在这场 AI 军备竞赛中，防御技术也在进化。香港警方最新启用的声纹验证系统，能通过 0.03 秒的呼吸间隙，识别语音合成的痕迹。新加坡金管局视频测谎仪专门捕捉人类自己都察觉不到的微表情，比如真人在说话的时候，左脸肌肉收缩会比右脸快5/1000。更值得关注的是，全球27家科技巨头正在构建深度伪造溯源联盟，相信很快所有 AI 生成的图像都会嵌入隐形数字水印，就像给模拟世界的每个像素都装上 GPS， 即使视频被剪辑压缩20次，也能追溯到原始生成设备。对于普通人来说呢，记住3个保命的锦囊。第一呢，和家人约定视频通话的暗号手势，就像银行保险库的双重认证。第二呢，警惕所有要求你转头侧脸的指令，这可能是犯罪团伙在采集建模数据。第三呢，定期用谷歌的反向图片搜索自己的照片，看看有没有被陌生账号在使用你的数字身份。另外呢，如果家里有长辈或老人家，因为不熟悉电脑科技的新技术，一定要做好提醒工作，增加防范意识。大家有什么好的防范深伪诈骗的方法，请您在视频下方留言和大家来分享。这里是方竹时间，我是方竹，这是方竹新开播不久的一档节目，有请大家多多支持，敬请您点赞、订阅、转发加留言。最后呢，来分享一个温馨的故事，说美国有位老人用去世妻子的照片训练了 AI， 结合了能和他对话的虚拟影像。当技术被善意驾驭时，那些让我们恐惧的算法也就成为了治愈伤痛的良药。决定未来从来不是技术本身，而是我们如何使用技术的智慧。
再次感谢朋友们的观看和陪伴，下期节目我们再会。